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5月19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1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346.24，收盘价是349.98。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51.62，最低价是在342.33。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9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9589.57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不变，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开口不变，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目前的多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5月1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下影线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后的横盘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开盘之后股价即出现了剧烈的震荡。我们来看看分时图。那上方呢是在351附近遇到了压力，下方是在342附近遇到了支撑。那之后呢，股价是出现了震荡上行，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上部。那么也就是说，继续生成与前2个交易日相同类型的 K 线，也就是说含长下影线的实体小绿 K 线。那同样，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继续量缩。那收盘价我们会看到是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那么股价是出现了横盘向上。那也就是说在继前一个交易日之后继续出现了一根休息的 K 线。那当日 K 线虽然是有新高的出现，但是呢收盘价并没有站上前高350，也就是5月14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并没有瓦解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么出现这样的继续横盘呢，成交量继续量缩。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高开高走，股价能在5日均线值上方运行，那么将会出现补量上攻的走势。那么在5月19日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342到346之间，也就是只要股价在盘中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根实体长绿 K 线。那也就是说股价将很有可能去测试360。那360呢是我们之前在视频当中多次提到过的，这一波多头趋势一旦建立，股价呢将会到达360附近。对，好，那么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也就是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补量上攻的走势。那我们再补充，那如果一旦出现回档呢，股价一旦出现回档的走势，下方我们认为335在这个位置，也就是5月1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还有317将会成为支撑。对，尤其是在这个335这个位置我们前一期视频我们定义了之后
近几个交易日股价一旦出现横盘，上方的关键标志位是350，下方的关键标志位呢是335，所以因此股价一旦出现回档，我们会看到5月16日。股价是测试了350，但是很遗憾呢，收盘价并没有站上它。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出现回档，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去测试335这个位置。那一旦股价测试这个位置呢，也就是说在盘中股价很有可能在5日均线之下方运行。那么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有多头力量的进入，那么股价在这个地方呢，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或者说是至少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横盘向下的走势。好，那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补充说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1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收盘价会在348附近，在这个位置。那么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收盘价在336附近，而实际在5月16日收盘价是在349.98。那么股价呢是出现了横盘向上，这与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上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接近，同时当日的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那当然收盘价的性质也是相同，就是说没有站上前高350，对，但是呢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对。好，那么股价出现了横盘向上，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那对于5月19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现在要做一个调整，因为现在有新高的出现，所以我们把350这个目标上移到352。对，好，那么股价要到达这个352呢，目前的一个压力位，唯一的一个压力位就是350整数关口。但是呢，如果股价出现了低开盘甚至大幅的低开盘呢，那么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346呢，将会是一个也将是一个压力。好，那么股价日后如果能够站上352，将会再次出现高点，也就是上方再次出现头高，那么股价将会继续维持目前的这样一个上行的一个走势，或者继续维持这样一个多头的趋势。那继续向上的目标就是367，第二个目标，第三个目标是420。好，那么我们认为在到达367之前360附近呢，将是一个强压力。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呢，不变，仍然是271。271是5月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跌破这个位置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那在到达271之前，目前335、317还有290，那么这三个位置将是股价回档的强支撑，同时还包括这个各条均线值。好，那么日后股价如果跌破了271这个位置，也就瓦解了这个短期多头趋势，继续向下的第二个目标就是223，然后第三个目标是214。好，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那么在5月19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在
340附近。那么股价在5月16日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高位。那么到了5月19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348。348我们定义的是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好。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观察位定在348呢？也就是348正好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同时它也是前一个交易日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那么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在盘中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将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根补量上攻的 K 线去测试360。但是如果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那么股价将会出现回档的一个走势。对，所以这是我们关注348的理由。好，那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周 K 线图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在5月12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实体长绿 K 线。那么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那么当周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是较前一个交易周是抱有大的成交量。那么也就是说，股价在这个5月12日当周是出现了补量上攻，并且呢收盘价是又重新站上了20均值。对，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如果股价高开高走，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也就是股价会继续上攻。如果股价继续上攻，从目前的这个周线图来看，上方的367，还有这个1月13日这根 K 线，440将是股价向上要突破的两个关键位置。那么日 K 线图我们会看到367是股价上行的第二个目标，而这个440呢是第三个目标。对，但是我们说在360附近呢将会遇到一个压力，所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我们看看股价是否能够突破360。也就是说，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对于日后特斯拉股价的走势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交易周。好，那么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但是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个现象，就是如果股价在这个地方继续出现强势的上涨，那我们认为在再接下来一个交易周，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可能出现回档的走势。因为目前我们会看到5均值和10均值是向上的，但是20均值的方向还是向下。所以说股价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不出现回档，而是出现一个补量上攻，那么在或者说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月，那么股价将会有一个回档的走势。对，否则这样的一个均线呢将会就是出现就是说大幅的背离。对，好，那这是我们说的 K 线信息。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回顾一下前一次我们对周 K 线图解读预测，在5月12日当周股价如果出现上涨，收盘价会在335；如果出现下行呢，收盘价会在255。周中我们给的观察位是285这个位置。而在5月12日当周，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我们会看到是一个跳空的一个高开盘开盘即站上了20均值。对，然后向下的时候呢也没有回补这个缺口，
然后呢是继续上行，然后我们会看到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周是大幅的量增，说明在当周是有上攻的表现的。对，那至于我们预测的这个，或者说实际的收盘价比我们预测的这个位置会更高。对，好，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也就是在5月19日当周，我们预测股价如果出现上行，收盘价会收在375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对，也就是股价如果出现补量上攻，将会站上367这个位置。如果股价出现下行呢，我们认为收盘价会在315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对，好，我们把它调整的精准一些。好，在这个位置。然后周中我们给的观察位是336，是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好，通常无论是实体长绿 K 线还是实体长红 K 线，那么通常这个中线它是支撑位和压力位，所以对于目前股价这样一个强势的上涨呢，那么这根K 线实体的中线，也就是在336这个位置呢，是一个支撑位。对，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如果能够一直在它的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上涨的走势，或者至少会出现横盘向上的走势。但是股价一旦是在它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很有可能会去测试20均值，对，和下方的5均值。好，那这是我们关注336的理由。好，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呢，我们有一个30%的多头仓位。我们最后一次加仓呢，是在5月13日收盘价334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的成本位是在288.5附近。那么之后的2根 K 线我们都没有给出加仓的建议。那么到了5月16日收盘价，现在是在349.98，在这个位置，对于这个多头仓位，我们同样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因为股价虽然是出现了上涨，收盘价站上了前高，但是并没有站上，我们说站上前一日 K 线的最高，但是并没有站上前高350，对，所以没有完成突破，成交量呢又是大幅的量缩，尤其是相对于5月14日这根 K 线是大幅的量缩，所以说价涨量缩通常是回档的表现，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那么这样一来，到了5月19日，我们给出这个多头仓位的停利的位置，我们继续守5日均线值。5日均线值在5月19日是从342到上方的346，在这个区域，对，其实就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下影线这个区域。那么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如果收盘价跌破了5日均线值，那么这个仓位可以停利出场。停利我们指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好，那么对于这个仓位的止损位，我们继续守2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在5月19日将会到达296这个位置。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仓位。我们再来看
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前高352到上方的360，这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下方的317，是这个位置。当然还有下方的290。那么在到达290之前，还有20均线值在296附近，所以这是目前空头的目标。好。那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么，在这里我们再补充说明，如果目前仍然持有仓位，那就是由于股价现在目前可能会继续上行，可能会继续横盘，那么可能在获利的情况下呢，同样是一个会有焦虑的情绪。那么在技术上呢，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们之前提到过，在技术上计算，目前我们这个30%这个仓位的获利，我们不是从目前的收盘价去计算的，而是我们从目前的5日均线值去计算的。也就是在5月16日，目前的5日均线值是在338这个位置，对，然后乘以我们现在所持有的股数，这是我们真正仓位能够盈利的这个数值，而并不是这个349乘以我们的持股数。所以这样一来呢，经过这样的计算呢，日后股价在技术上只要跌破5日均线值，我们就可以停利出场。如果只要股价不跌破5日均线值，不管它股价是上行还是下行，我们指的是收盘价，只要收盘价不跌破5日均线值，我们继续持有。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目前的这个盈利的焦虑的情绪呢，可以这个缓解一下。对，好。好，那么好，我们再补充说明，如果在之前这2个交易日，比如说在正好在5月14日盘后，在这个高位，或者说是在5月15日盘后已经出场，那目前应该如何去操作呢？那么对于这样的获利出场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操作。也就是说，目前呢，我们已经把获利已经是落袋。那么一旦获利之后呢，我们再进场就是一波新的这样的一波操作。那么我们在视讯当中都会给出技术上的操作建议。一旦我们对于我们这个多头如果没有出场，日后如果我们给出加仓建议的时候，那么都可以重新进场。对，好，然后呢，我们再做下一波的这个盈利。好，那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的一个补充说明。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5月1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352到360，第二个压力位是367，第三个压力位是380，第四个压力位是398到400关口，第五个压力位是420。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342到346，在这个区域。第二个支撑是335，这是一个关键的标志位。然后第三个支撑是317到318，正好呢，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这个位置。第四个支撑是这个缺口的中线309。那第五个支撑呢，我们取20日均线值是在296，我们把它和290，也就是这根 K 线最低合并，
也就是第5个支撑是290到296。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5月1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5月19日我们给出的这个预测是有先后顺序的。我们认为股价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补量上攻。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甚至也可能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49，上方最高会到达364，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59附近。如果出现这样的上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49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补量上攻。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如果出现横盘向下，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349，最低下方会回踩到334，在这个位置。然后呢，收盘价会收在345附近。对，那如果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49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所以出现横盘向下，我们认为在下方会出现新低，就是短暂跌破这个335这个重要的标志位，但是呢，我们认为仍然会有多头力量的进入，会把股价拉回到350到335之间，所以我们给出的收盘价是345，实际上也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也就是说继续给出横盘的走势，对，然后再去选择方向。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5月1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